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一个女人能在这6件事上保持乐观，说明你相当有智慧，很聪明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达尔文曾这样阐述乐观的力量：乐观是希望的明灯，它引领你从危险的峡谷迈向坦途，赋予你新生与希望，让你的理想之光永不熄灭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乐观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，它犹如一股强大的动力，支撑着我们不断前行，更是那一盏指引希望的明灯，让我们在遭遇困境与坎坷时，依然能够坚定信念，勇往直前。丘吉尔也有一句名言：乐观者能在每个危机中看见机遇，而悲观者却只能在每个机遇中看见危机。漫长的旅程中，若想走得稳健，走得长远，女人必须拥有一颗乐观的心。这样的心态能使她在面对挫折与困难时，不会轻易倒下，而是怀揣着力量，心怀希望，继续前行，直至梦想成真。但真正的乐观，并非盲目乐观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。它意味着在面对问题时，能够保持清醒，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，而是以一种勇敢和自信的态度，迎接每一个挑战。在我看来，一个真正有远见、有智慧的女人，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乐观。她懂得如何在生活的起伏中找到那份不变的坚韧与自信，她能够在失败与挫折中汲取力量，重新站起。她更会在每一次挑战中看见机遇，勇敢前行。这样的乐观不仅让她活得更加精彩，也让她的生命之树常青。1. 面对平淡的生活，保持乐观，守住幸福。禅师有言：春时百花绽放，秋来明月皎洁，夏日凉风习习，冬夜白雪皑皑。心中若无挂碍，则四季皆是好时光。人生并非总是波澜壮阔，更多时候它藏匿于平凡与简单之中。决定女子生活品质的，往往并非物质丰盈，而是心态平和。不论她身处何种境遇，唯有怀抱乐观之心，方能于平淡生活中寻得乐趣，于简单日子里感知幸福，使每一天都充满滋味。那些时常抱怨生活乏味、日子单调的女子，往往难以乐观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所拥有的，反而因攀比之心而生焦虑，无法看清自身的独特魅力。事实上，女子唯有在生命的长河中悉心经营平凡生活，方能真正绽放自我，而非一味羡慕他人的风光。他们往往沉浸于悲观情绪，却忽略了自己早已拥有世间最美的景致，只能将羡慕作为生活的底色，却忘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美丽。心态乐观的女子从不羡慕他人的风景，她们在简单平凡的日子里守护幸福，以最美的目光捕捉这一路上的美好风光。心态若悲观，平凡的日子变成煎熬；心态若乐观，平凡的日子便是幸福。2. 面对人生路上的失败，保持乐观，勇敢直前。
作家万维刚曾言，不必在乎一次输赢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生的原则和系统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输赢仿佛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双胞胎，总是交替着出现。如果我们过于在意每一次的输赢，心态就容易变得悲观，情绪也会随之忽冷忽热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能会失去理智，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。其实，面对人生的失败，我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。一时的失败并不代表永恒的挫败，而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垫脚石。保持一颗乐观的心，把失败看作是获取经验的契机，那么下一次，我们或许就能更加轻松地获得成功。我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小说《卑鄙的他们》中的夏敏是一名能力出众的销售人员，深受领导的器重。然而，有些同事却心生嫉妒，担心夏敏的能力会超越自己，于是便开始设法给他制造麻烦。他们会在夏敏半夜熟睡时，通知他第二天上午有重要的客户会议需要准备资料。夏敏一大早便匆忙赶到公司，然而最终却未能谈成合作。那些同事满心期待地等着看夏敏的笑话，希望他能够哭泣、生气、大闹，甚至一蹶不振。然而，夏敏却并未在意眼前的失败，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，继续努力工作。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正是因为他的内心足够强大。他不会过于在意眼前的得失，也不会轻易陷入内耗的坏情绪中。相反，他会心无旁骛地解决问题，迎接新的挑战。果然，不久后，他就再次谈成了一项大合作。这一次，他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还多准备了一套方案，连老板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夏敏说，正是那次的失败，让他又前进了一大步。其实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我们都应该像夏敏一样，不必过于在意一时的胜负，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，才能在纷扰中保持淡定，从困境中汲取力量，勇往直前。3. 面对未知的未来，保持乐观，心怀希望。宇宙中有个实实在在的吸引力法则，你相信什么，便会吸引什么，最终也会收获什么。这不是难以捉摸的玄学，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规律，也是自我成长和提升的起点。面对未知的未来，我们时常因为不清楚前方的路而感到恐惧和焦虑。如果此时我们选择用悲观的心态去面对，就如同在寒冷的冬天再添一层冰霜，让我们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始终对自己的未来保持乐观，那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助力我们积极向上，让我们看到前方的希望与光明。这种乐观的心态不仅让我们心情愉悦，更让我们充满力量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积极的心态代表着一种向上的信念和力量。当我们深信未来是美好的，这种信念就会转化为内在的驱动力，推动我们采取行动，实现改变。对于女性而言，如果她们对自己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，她们就会为了这份美好而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。她们会善待自己，珍惜每一个成长的机会。
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会汇聚成强大的力量，推动他们走向梦想的彼岸，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因此，面对未知的未来，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不要让自己陷入悲观和沉沦的泥潭，而是要让自己的嘴角上扬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通过实际行动，我们一点点地编织出最美的未来。漫画家朱德庸曾说，微笑面对一切，人生就是一场修行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还能笑得出来，我们就已经赢得了这场人生。的确，人生不仅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，更是一场心态的修炼。让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迎接每一个挑战和机遇吧。4. 面对生活不如意，保持乐观，不抱怨。诗人朗弗罗有言，乌云后面依然是灿烂的晴天。人生之旅难免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雨，以及难以预料的挫折，但只要我们心怀乐观，便能穿透乌云的遮蔽，迎来明媚的阳光。想要生命绽放光芒，就需在逆境中保持乐观，摒弃抱怨的习性。有些女性一遇到难题便愁容满面，事情还未到最坏的地步，便开始四处诉苦，让负面情绪将自己紧紧包围。她们越想越悲观，仿佛陷入绝望的深渊，一时之间手足无措。然而，这不过是他们自己夸大其词，事情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糕。当他们用悲观的态度去看待问题时，问题便会在无形中放大，让他们难以看清真相。唯有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风雨，他们才能放下抱怨，用冷静的目光审视困境，从而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。诗人泰戈尔曾说，世间之事最好是一笑置之，无需用泪水去冲洗。乐观便是驱散阴霾的利剑，让我们摆脱痛苦与悲观的纠缠，让心灵远离烦恼与压力。在清醒中，我们坚守初心；在淡定中，我们寻找出路。心态乐观的女性，面对人生的不如意，从不一味抱怨。她们在希望中看到晴空万里，在冷静中走向繁花似锦。5. 面对感情的坎坷，保持乐观，不悲观。苏轼有言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人生恰似一场悠长的修行之旅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，在旅途中寻觅那个更好的自己。在情感的世界里，女人总渴望着幸福与甜蜜，然而很多时候等待她们的却是伤害、不解与委屈。于是有些女人在遭遇情感的波折时，便容易陷入悲观，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命运多舛。渐渐的，她们心生寒意，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触及幸福的彼岸，只能无奈地向命运低头。然而，也有那么一些女人，她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情感的起伏。她们并未选择沉沦于悲观之中，而是继续对爱情充满期待。她们懂得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本就存在，当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，摩擦与碰撞便在所难免，哪怕是至亲至爱之人，亦是如此。这些矛盾与问题，
其实是让彼此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，学会真正的理解与体谅。因为感情本就是一场让人成长的旅程，它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，找到更合适的相处之道，从而让爱情得以长久。当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情感的坎坷时，那些磕磕绊绊变成了我们修行的一部分，它们让我们在爱情中看清自己，也看清对方，从而真正领悟到经营感情的智慧。没有谁的感情之路能够一帆风顺，但在悲观的女人眼中，这些波折只是无尽的苦难与折磨，而在乐观的女人眼中，她们却是成长的磨练与提醒。她们在爱情中不断成长，与心爱之人携手共进，共赴白头之约，共赏岁月之美。6. 面对孩子的成长，保持乐观，不迁怒。心理学之父马丁·塞利格曾说，乐观是一个习得的技巧，孩子可以在你的协助之下习得乐观。深思之后，确实如此。那些内心充满阳光的女性，往往更容易培养出乐观向上的孩子。这样的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轻易陷入悲观，而是会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，从而让自己走得更远更稳。然而，有些女性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面对孩子的反复不懂，可能会瞬间失去耐心，情绪失控，对孩子大声责骂，完全不顾及孩子的内心感受。等到情绪平复之后，他们又会深感后悔，希望当时能多一份理智。这其实都是源于女性对孩子的成长太过焦虑，缺乏乐观的心态。这种焦虑不仅无法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。要知道，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就像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这句话所说的一样，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。当我们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时，就不会过分纠结于孩子身上的一些小瑕疵。毕竟，人无完人，孩子更是如此。他们是一张白纸，需要我们耐心地去引导、去教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可能会犯错，可能会做得不够好，但这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当我们能够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孩子时，就能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们出现的问题，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，而不是让自己的坏情绪去影响孩子，甚至去惩罚孩子。真正乐观的女性会在多方面促进孩子的成长。他们不会因为孩子一时的成绩不佳就大发雷霆，而是会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鼓励，帮助他们建立自信，培养他们乐观向上的性格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乐观本身就是一种成功，是一种能够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品质。当我们能够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时，就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成熟和智慧。这样的我们会更有远见，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和困难。最近我观看了《长安3万里》，在历史人物的沧桑过往中，我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起伏与命运的变迁。一个人终究只是时代背景中的产物，即便是才华横溢如李白，想要在那个年代的商贾家庭中通过荐举获取功名，也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。
当李白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的诗篇与文章投寄给地方官员时，却猛然发现，那扇通往仕途的荐举之门，并非为寒门子弟所敞开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李白诗中的几句：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即便遭遇挫折，他也能迅速调整心态，重新找回自信，继续探索人生的意义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总会遇到许多无法掌控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上留下成功的印记，但往往事与愿违。生活里不顺心的事总会接踵而至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因外物的得失而或喜或悲，保持内心的从容与淡定，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人到中年，我才渐渐明白，乐观的心态才是治愈生活的良药。人生的旅程中，学会与自己和解至关重要。当面临挫折时，不必过于逞强，懂得同情自己，往往能成为一种疗愈的良药。同情自己，意味着不再对自己苛求完美。当一件事拼尽全力仍未能如愿以偿时，别再沉溺于自我责备的漩涡中，否则只会让生活更加暗淡无光。接受自己的平凡，因为人无完人，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。学会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标准，允许自己以普通人的姿态生活。我就是我，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我可以坦然地享受一碗简单实惠的兰州拉面，也可以无惧比较地使用一部经济实惠的国产手机。我乐于沉浸在日常的琐碎中，自给自足，种菜养鸡，过着平凡却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子。你享用着高档的咖啡，开着豪华的轿车，那是你的福气和选择，与我并无直接关联。对我来说，即使无法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也要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烟火气。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寻找那份不平凡的美好。别太苛求自己，有时候尽力而为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生活的意义在于享受过程，而非仅仅追求结果。如果总是执着于结果，那么每一步都会显得沉重。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，尽力做好自己能控制的事情，享受热爱的事情带来的乐趣，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也能坦然接受。感到疲惫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深呼吸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心灵疲惫时，给自己放个假，放下所有的负担，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，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温暖和美好。人生需要多一些爱好，无论是阅读、写作，还是看电影、品茶，或是与朋友聊天，都是释放压力的好方式。只有不断释放内心的压力，才能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追求梦想。正如徐志摩所言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保持内心的洒脱与乐观，才能活出更加诗意的人生。在人生的每个阶段，我们总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伤痛。生活常常不尽如人意，而一个人自我治愈的能力，正是决定他能否收获更多幸福的关键。生活总是轻而易举地击败那些悲观消极的人，
但对于那些内心充满乐观的人来说，生活却很难将他们打败。我们欣赏李白的洒脱与浪漫，正如那句"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"。在人生路上艰难前行时，我们更需要这份乐观与豁达，才能慢慢战胜路上的每一个磨难，克服每一个情绪内耗的瞬间。一个人的成功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有时候缺一不可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尽力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，剩下的就交给命运。尽人事，听天命，这或许就是人生最好的安排。当我们逐渐还清身上的债务时，或许你也会像李白那样，发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。我们可以接受自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寻求改变。尽管生活中注定会充满意想不到的坎坷，前行的道路上也注定会有重重阻碍，但我们依然会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，如此而已。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，六出祁山，却未能实现心中的大业。曹操率领100万大军攻打孙刘联军，最终也落得兵败的下场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并努力将其做到最好。保持一颗乐观的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即使最终过上普通的生活，你也会发现，再美好的人生也不过如此。一个人心态好了，每一天都充满阳光；心态不好，即便是幸福的日子，也可能变成人间炼狱。人到中年才明白，乐观的心态是治愈生活的良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不曾受伤，而乐观和看淡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。重新找回生活的动力，细心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确幸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眼里有光、心里有爱的人。前行的道路无论多么黑暗，我们都能期待温暖，慢慢前行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